很多人喜欢怀念古代，总说古代这个好那个好，反正现代什么都不如古代好，而他们所向往的那个古代根本就没有存在过。电视剧里的才子佳人、江湖侠客、田园牧歌，那都是被剪辑过的、滤镜过的、改编过的故事。而真实的古代，一场感冒就能要你命，女人一辈子没有出过远门，冬天来了能冻死一村子的人。古代的确是没有内卷，内卷是人与人之间卷。古代那是什么？古代都是分配，你能干什么，不能干什么，给你限制的死死的。你没得选，所以没得卷。反正古人的命运基本上都是不是饿死就是冻死，不是一辈子种田就是被拉去当兵，不当兵的时候就被拉去当徭役造长城。如果你命好，这个时代比较和平，那一个人一生就是活在无里村头，没有电，没有水，没有抗生素，一年可能只吃一次肉，连活到40岁都是高寿。你说古代节奏慢，是节奏慢，日出而作，日落而息，反正你地种的慢，你就没有余粮，没有余粮你就活不过冬天。你说古人有3纲5常，更有道德，这个我不理解。男性99%的文盲率，女性99.999999%的文盲率，怎么懂的道德？靠悟的吗？你说古人比较孝顺，重孝道，孝道不就是发明出来的概念作为统治的工具吗？我觉得人性天然的会善待亲人，父母对子女，子女对父母，皆是如此。英语里找不到孝道这个词，不妨碍老外孝顺父母吧。所以孝道并不是古代才有，也不是只有中国才有。你说古代人情味更浓，那是因为没有社保，没有法律，没有手机，你一个人独行于天下没有保障，你唯一的安全感只能来自于亲戚邻里互相捆绑，大家捆绑在一起，不容易被隔壁村子欺负。这种抱团取暖也意味着你没得选，你不能有不一样的人生和想法，比如自由，比如创新。好了，你对生活的复杂焦虑无能为力，所以反过头去怀念一个不存在的理想时代。说白了，你不是觉得古代好，而是憧憬一个看似选择比较少的人生，不用决定职业，不用面对高房租不用在无数信息中选择路线。但是别忘了，那种人生的代价，那是你永远没有机会跳出原生的命运。就像我刷视频看到有人对俗世凡尘的生活厌烦了，他自说自话跑到山上去修仙去了。他的确减轻了很多压力，避免了很多抉择，那同时他也只能每天吃野菜和睡在山洞里。那给你要不要嘛？这让我又想到了，古代最要命的是冬天，你能不能活到明年，全靠有没有柴手。可古代身上的柴火是低煮的，你砍根树都算犯法。而且你现在在大街上看到的穿的汉服，古代普通人根本穿不起。古人的衣服就是一件粗布，补丁叠补丁，哪怕给古人一件现代的羽绒服他都能撑过去一个冬天。所以古人的冬天是很要命的所以过冬和春节才那么被重视。好了，而你真的幻想的是你穿越回去当贵族，对吧？但就算是贵族也没什么意思。古代没有辣椒，没有番茄，没有土豆，没有玉米，不知道你穿越回去你能吃啥。古代的冬天也没有空调可以开，拉屎没有坐在抽水马桶，无聊了呢就是下棋和斗蛐蛐。更何况万一你穿越回去是个佃户，那真的都活不到第2集。